只要一有人否定你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没有，我不是，然后开始生气、自证，陷入无休止的内耗，甚至崩溃。我告诉你，允许被否定，是佛家破我执的顶级修行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一开会，别人轻飘飘的一句质疑，你瞬间血液上涌，面红耳赤。回到家，家人的一句不理解，你立刻委屈，上头准备100句怼回去。你看，别人只是朝你扔过来一个定义，你却慌忙接住，死死抱在怀里，用别人的嘴定义了自己的心。别人一否定你就急着自证，佛家管这叫我执，因为你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对抗那个周而复始的规律。这种反应并非本能，而是一场灵魂的慢性自杀。当你试图向世界辩解我是一个好人，我很有能力，或我是对的时，你其实是把自己关进了一座由别人的评判构筑的监牢。圆觉经中曾提到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有如迷人，四方益处。我们现在的这种内耗，正是这种颠倒。我们把虚幻的评价当成了真实的自我，把别人的随口一喷当成了不可逾越的真理。你以为你在捍卫尊严，但在佛学的高维视角看来，你不过是在对着虚空挥拳，打得自己筋疲力竭。这世界上最昂贵的成本就是与人争辩，那不仅浪费时间，更是在损耗你的命。佛陀曾开示，若有人送你礼物，你却不收，这礼物最终归谁？答案是归于送礼的人。同样的，当否定与恶意排山倒海而来，如果你学会了不接，那这份业力与负能量便与你毫无关系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却是世间最难的功夫，因为这需要你彻底粉碎那个我。这种修行不是要你变得软弱，而是要你修成一种无缝可钻的圆满。当你不再恐惧被否定，当你不再渴望被认可，你就会拥有一种近乎神迹的自由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将为你揭开一段关于禅宗不对抗的完整心法，那是3重足以让你脱胎换骨的智慧。它会告诉你如何从一个被评价左右的木偶转变为一个随缘自在、如如不动的觉者。在我们正式进入这场灵魂的洗礼之前，请你在评论区打下心如明镜4个字，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，也是一份对自己内心的慈悲许诺。当你敲下这几个字，代表你愿意放下那双防御的双手，开始接纳那个更广阔、更真实的自己。现在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去听一段发生在古老荒原上的故事，那里隐藏着关于否定与重生的终极真相，一个足以让你豁然开朗、彻底告别内耗的秘密。在苍茫的大漠深处，曾有一座被世人遗忘的荒废古寺，风沙在这里吹了上百年，带走了金粉与香火，只剩下一尊名为观心的石佛，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风沙漫天的废墟中。相传，这尊石佛能映照出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偏执。年轻的僧人空山正是为了寻找这尊石佛而踏入荒原。空山是一个极度聪慧却也极度敏感的人，他在山下丛林修行时，总是因为辩论佛法过于激烈而闻名。他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一丝否定。如果有人质疑他的经义理解，他可以翻遍三藏12部，枯坐3天3夜，只为了写出一篇能让对方哑口无言的辩词。如果路人对他投来一个不屑的眼神，他甚至会在打坐时脑海里全是那个眼神的倒影。他在世俗眼里是优秀的，但在他自己心里那是地狱。他自嘲道：我这颗心就像一张拉满的弓，谁碰一下箭就射向谁，最后疼的却是我自己。当他终于找到那尊石佛时，太阳正悬在沙丘的脊梁上。空山跪在石佛前，本想求取解脱内耗的方法，可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却让他险些崩溃。
那个声音像是从地心深处震动出来的，沉闷而威严。空山，你修了一辈子的佛，其实根本就不懂佛，你不过是一个披着袈裟祈求全世界认同的可怜虫罢了。空山愣住了，那种名为自证的火焰瞬间点燃了他的理智。你说我不懂？空山猛地站起身，声音颤抖。我3岁习经，10岁能诵《金刚经》，20岁游历四方辩经，从未输过。我为了求法横穿这片荒原，险些丧命。你凭什么说我是可怜虫？你凭什么否定我付出的所有努力？师佛没有说话，只是任由空山的怒吼被风沙吞噬。空山越说越激动，他开始罗列自己的功德，讲述自己的苦行。他像是要把心掏出来给这尊冰冷的石头看，好证明自己不是那个可怜虫。可他越是自证，内心的空虚感就越像黑洞一样扩大。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境地，他竟然在试图说服一块石头。你看，石佛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悲悯。别人只是朝你扔过来一个定义，你却慌忙接住，死死抱在怀里。现在你正试图用你那堆满尘埃的逻辑去缝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漏洞。空山，你还没发现吗？你的愤怒正是因为你深信我说的可能是真的。空山如遭雷击，他的脸色由红转白。那一刻，他感到的不是悟道，而是前所未有的羞辱。他心中那个完美、精进、伟大的自我形象，在这一句轻飘飘的否定面前，竟然脆弱得像一张湿透的纸。他跌坐在地，看着夕阳没入黑暗。我怎么可能是个可怜虫？空山在心里一遍遍地反驳。他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出年轻时在法座上意气风发的模样。无数信众对他顶礼膜拜，称赞他是佛门希望。那是他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认同，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柱。空山，你在害怕什么？石佛的声音穿透了风沙，直抵他的识海。你在害怕？如果我不承认你的智慧，不承认你的苦行，你这辈子的努力就全白费了，对吗？空山猛地睁开眼，对着虚空低吼：我不是为了别人的认同才修行的，我是为了解脱，解脱。石佛发出一声沉闷的震动，仿佛在嘲笑一个连别人的评价都放不下的人，谈何解脱？你现在就像一只被拴在木桩上的驴，哪怕木桩只是别人随口吐出的一口唾沫，你也围着它转了一整夜。空山气急而笑，他站起身，指着石佛那模糊的脸孔：你不过是一块顽石，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。你坐在风沙里100年不动，而我在人世间受尽搓磨，只为弘扬正法。你否定我，就是在否定佛法。看吧，你又开始了。石佛的声音变得异常平静，这种平静比任何嘲讽都让空山感到窒息。你急着把佛法这面大旗扯过来遮住自己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心虚。你越是想证明自己代表正义，你的心就越是狭隘，因为在这一刻，你眼前的世界只有2个阵营：认同你的和否定你的。除此之外，你看不见众生，也看不见真相。空山愣在了原地，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引以为傲的辩才，在这尊石佛面前像是顽童的闹剧。他发现自己每说出一个字，都是在为那个虚幻的我加固牢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石佛继续说道，如果我今天说你是个圣人，你会不会立刻心花怒放，甚至觉得这风沙都变得温柔了？如果你的一生都建立在我的定义之上，那么你到底是空山，还是我嘴里吐出来的一个幻象？空山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20多年来所谓的修行，竟然真的是在乞讨。
他在向师长祈求赞许，向信众祈求敬仰，甚至在这一刻，他在向这尊否认他的石佛祈求一个公道。他所有的情绪价值，所有的快乐与悲伤，竟然全部掌握在别人的舌头尖上。只要别人轻轻一拨，他就得起舞；只要别人重重一按，他就得沉沦。这太可怕了。空山瘫坐在地，沙子掩埋了他的双腿，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那是自证到了极致后的虚脱。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掌控命运的舵手，现在才发现他只是一片漂浮在流言蜚语中的落叶，风往哪儿吹，他就往哪儿抖。我不信，空山咬着牙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不信这世上有人能真正做到不被否定所伤。那是木头，那是死人，那不是修行。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当你的自我被彻底撕碎时，剩下的到底是什么？石佛的声音突然变得空灵，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空山紧紧包裹。眼前的断壁残垣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虚空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甚至感觉不到重力。空山，看好了。石佛的声音变得威严而宏大，仿佛雷鸣。虚空中突然浮现出无数张面孔，那是空山这辈子遇到过的所有人。严厉的师父，崇拜他的信众，路边对他指指点点的商贩，甚至还有他早已模糊记忆的父母。每一张嘴都在开合，无数声音如潮水般涌向他。空山，你这道貌岸然的骗子！他根本不懂禅，他只是在背书。自私自利的人凭什么穿这身袈裟？你太让家人失望了，你一无是处。这些否定像密集的箭簇，精准地射向空山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空山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他本能地抬起手，想要遮住耳朵，想要大声辩驳。可在这白茫茫的虚空中，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声音。他越是愤怒地张嘴，吐出来的竟然是一团黑雾，迅速被虚空吞噬。这就是你拼命守护的自我。石佛的声音冷冷地响起，一个需要靠解释才能活下去的幻影。如果你不反驳，这个我就会死掉，对吗？空山在心里疯狂地呐喊。对，如果我不反驳，他们就会以为那是真的。如果全世界都否定我，我还是谁？我不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吗？所以你宁愿活在愤怒里，也不愿活在真相中。石佛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了一些。空山，看看你的胸口。空山低头一看，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胸口竟然裂开了一个大洞。每一次他试图自证时，那个洞里就涌出无数条锁链，死死地勾住那些否定他的面孔。他越用力推开那些声音，锁链就勒得越紧。他把自己和那些恶意的评价、扭曲的定义生生焊接在了一起。发现了吗？是你自己拒绝了自由。石佛的声音如晨钟暮鼓，你以为你在对抗敌人，其实你是在把敌人变成本体的一部分。你把垃圾接过来，塞进自己的伤口里，然后哭喊着说：好痛！空山，你需要放手，怎么放？空山在石海中绝望地发问，泪水如断线的珍珠。允许他们说下去。石佛说，允许全世界都认为你是个骗子，允许所有人都看不起你。此时此刻，不要求任何人的慈悲，包括你自己。就站在这里，看着万箭穿心而不发一语。空山闭上了眼睛，他强迫自己垂下那双颤抖的手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好吧，如果我注定是个可怜虫，是个骗子，是个无能的人，那就这样吧。当他放弃抵抗的那一瞬间，奇迹发生了。那些如箭般的否定之声，在触碰到他身体的刹那，竟然化作了晶莹的雨滴，顺着他的皮肤无声滑落。原本勒紧他的锁链，因为失去了对抗的拉力，竟一节节的崩碎，化为尘埃。
那原本如黑洞般撕裂的胸口，竟然透出了一丝柔和的光。空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，仿佛卸下了背负了一辈子的重甲。原来空山睁开眼，声音颤抖，如果不去接，那些话真的只是风。随着这一声感悟，周围白茫茫的虚空如潮水般退去，荒僻古寺的断壁残垣重新浮现，夕阳已完全没入地平线，夜幕低垂，繁星满天。那尊观心石佛依然静静地立在风沙中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有些东西彻底改变了。空山，你看这大漠的风，它吹了上百年，试图吹倒这尊石佛，试图抹去这座古寺。风否定了石头存在的形状，石头对抗了吗？石头只是允许风吹过，允许沙堆积。100年过去，石头依然是石头，而风早已不知去向。空山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尊满是风霜却坚不可摧的石佛，两行清泪无声滑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之前那个敏感易碎，听到否定就跳脚的自己，才是那个试图和狂风对撞的蠢人。他把太多的能量浪费在了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上，却忘记了真正的生命本就是流动的，不完美的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的。真正的修行不是为了变得有多坚硬，而是为了变得有多柔软。石佛的声音逐渐淡去，融入了滚滚风沙之中。当你不再急于向世界辩解我是谁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成为了你自己。空山，去吧，回到人群中去修那如如不动的定力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空山的修行才刚刚开始。而我们每个人的修行，或许就在下一个你被否定的瞬间。佛家讲不对抗，绝非让你做一个任人捏弄的软柿子，而是一种极高维度的意识管理。这套心法之所以能让你远离内耗，是因为它直接切断了痛苦的供给线。我们要修的是贯通佛道的3重功夫。第一重功夫，勤拂拭。神秀大师曾留下那首著名的寄语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在修行的初期，你得先当一个敏锐的观察者。很多人在被否定的瞬间，大脑是断片的，直接由本能接管，陷入生气的惯性。所谓的勤拂拭，就是当你感到血液上涌、委屈、想回怼的那一秒，你要立刻在心里喊停。你要像擦拭镜子上的灰尘一样，看清那个情绪。我的我执又发作了，我内心的自卑感又在作祟了。能看见自己的愤怒，就是解脱的开始。当你能跳出身体看自己发火，那个火就烧不旺了。第二，不滞留。印光大师曾开示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正是不对抗的精髓。镜子哲学，想象你是一面镜子，别人对你的否定、嘲讽、定义，就像镜子前走过的丑八怪。镜子会生气吗？会试图把那个丑八怪留下来辩论吗？不会。镜子只是如实映照，对方走过去，镜子里就空了，绝不留下一丝痕迹。现实中，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接住别人的垃圾。别人说你不行，你不仅接住了，还把它拿回家日夜研究，试图证明自己行。这就是滞留。真正的高手是让万事万物穿身而过。你不去接那颗名为定义的子弹，它就永远无法击中你的心。第3重功夫，本无物。到了这一重，六祖慧能大师直接掀了桌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是最极致的空性。你之所以会痛苦，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有一个稳固、永恒、必须完美的我需要去维护。但佛学告诉你，
那个我其实是流动的元气，是虚幻的。当你真正体悟到无我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会被击中的靶心。既然没有靶心，别人的箭射向哪里呢？当那个拼命维护的假我消失了，你就会发现，所有的否定都像是划过虚空的流星，灿烂也好，晦暗也罢，都惊扰不到虚空的寂静。这三重功夫其实是从对抗到接纳，最后到消融的过程。从佛教教义来看，内耗的本质是贪、嗔、痴。你贪求别人的认同，嗔恨别人的否定，痴迷于那个虚假的自我形象。而不对抗，就是用定力去化解嗔恨，用智慧去破除痴迷。这既是佛家的空，也是道德经里那个大象无形的境界。真正的成长不是你变得多坚硬，而是你变得多柔软。当你不再急于向世界辩解我是谁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拿回了生命的主权。既然明白了三重功夫的心法，我们必须回到红尘滚滚的现实中去。修行不是在深山老林里闭目养神，而是在那些最让你跳脚、最让你委屈的瞬间，能不能守住那颗如如不动的心？首先，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地狱，就是职场中的公开否定。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在会议室里，你精心准备了1周的方案，还没讲完，上司或同事就冷冷地丢过来一句：“我觉得你的逻辑完全不通。”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那一刻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心脏猛地一缩，然后大脑飞速运转，准备了几十条理由去反驳，甚至想当场摔门而出？请记住，职场中的否定往往不是针对你这个人，而是针对那个事。但在我执的作用下，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他否定了我的方案，就等于否定了我这个人的价值，甚至等于否定了我的人生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遍计所执性。你给一件普通的事情贴上了致命的标签。在职场中修不对抗，第一步是剥离感。当否定袭来，你要在心里迅速完成一次切割。它是朝那个方案扔石头，而方案不是我，方案只是我做出来的一个物件。我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他的不满，但不被他的不满所定义。如果你急于自证，你就在无意识中承认了他的攻击是有效的。你越解释，对方就越觉得你心虚；你越愤怒，对方就越觉得你专业素养不够。真正的顶级职场修行是微笑着点点头，平淡地说一句：“感谢你的建议，我会再思考一下逻辑的闭环。”这一句话就是佛学里的忍辱波罗蜜。这不是窝囊，而是高维的俯瞰。当你不再把情绪浪费在证明我是对的这件事上时，你节省下来的精神能量足以让你做出完美的方案。不内耗的人在职场中才是最可怕的强者，因为他没有弱点，没有那个一戳就疼的自尊心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那个更扎心、更难修的领域——亲密关系中的长期误解。为什么家人的否定最让我们崩溃？因为那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我们天然地认为他们应该理解我们，支持我们。当父母说你没出息，当伴侣说你不负责任，那种痛感是带有撕裂性的。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可以误解我，为什么连你也要否定我？这时候你最想做的就是翻旧账，用攻击来代替自证。你说我不负责，那上次你忘了接小孩算什么？你说我没出息，那谁家老公赚得多你找谁去？这种对抗是典型的以业赶业，你们在互相消耗彼此的福报，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玻璃渣。在亲密关系里修不对抗，靠的是慈悲的观察。你要意识到，对方对你的否定其实是他内心恐惧和焦虑的投射。当伴侣指责你时，他可能是在表达自己没被关心的无力感；当父母否定你时，他们可能是在发泄对时代变迁的掌控丧失；
如果你能像空山面对石佛那样允许这些声音存在，不去接，不去撞，奇迹就会发生。当你不再回怼，对方那股愤怒的能量就像打在了棉花上，会因为没有回音而自我消融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“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在家里，如果你能允许自己被误解，你反而成了那个掌控全局的人。你的沉默不是冷暴力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容纳，像大海一样容纳所有的泥沙，却依然保持清澈。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相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，追求被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贪婪。当你放弃了被理解的奢求，允许别人用他们的局限性来定义你，你才真正获得了情感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，而是来自你内心的圆满。你不再需要伴侣的赞美来证明自己是个好爱人，不再需要父母的肯定来证明自己是个好孩子。你就是你，一个流动的、觉醒的，不再为流言蜚语而内耗的生命。在实践这套心法的过程中，很多人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误区，甚至修着修着就修偏了。他们会问，老师，我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我不对抗，不自证，但我心里好委屈，好憋屈，这难道不是在精神内耗吗？这就是我要跟各位深入探讨的核心。忍辱不等于憋气。在佛学中，真正的忍辱波罗蜜不是让你做一个受气包，更不是让你压抑愤怒。压抑是危险的，它只是把原本要射向别人的箭转过头来射向了你自己，这叫自残，不叫修行。真正的不对抗，发心点在于转识成智。你要改变的不是行为，而是你的发心。当别人否定你时，如果你心里的念头是我为了修佛，我忍你，等我有功德了再看你怎么办，这依然是强大的我执，你还是在那个我的圈子里打转。真正的心态应该是观音心法，观察声音的本质。你要意识到，所有的否定、谩骂、质疑，本质上都是一串震动的空气。它之所以能让你痛苦，是因为你赋予了这串空气意义。如果你能把对方的否定看成是他在透过他的痛苦在呐喊，你的心态会从愤怒转变为慈悲。你会发现，一个急于否定别人的人，他内心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其实比你还要重。他需要透过踩低你来获得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。当你看穿了这一点，你还会跟他计较吗？你会像看着一个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孩子一样，心中只有怜悯而无半点火气，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。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，不对抗是否意味着我不用改进了？绝对不是。佛法讲悲智双运，如果别人的否定是客观事实，比如工作上的疏漏，我们不对抗的是那份受挫的情绪，而不是拒绝事实。你可以平静地接受事实，迅速修正错误，但你的情绪底色依然是安静的。你不需要为了证明我不是个粗心的人而羞愧难当。修行者的姿态是接受所有的指正，但不接受任何的羞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建议大家修持3秒钟观察法。这个方法我在前面很多期的影片中都提及过，但确实是最实用、最简单的方法。我给新来的观众再稍微讲一下。当否定袭来的瞬间，先给自己3秒钟。这3秒钟不说话，不行动，只是观察。观察你的心跳是不是加快了，观察你的胃是不是缩紧了，观察那个想要跳出来自证的小我是不是正在尖叫。只要你能观察到它，你就已经不在它里面了。你成了那个看戏的人，而不是演戏的人。这种意识的转变会彻底改变你的日常生活。你会发现，你的能量不再被无谓的争辩抽钱，你的眼神会变得深邃而平静。
当你不再浪费精力去盖墙防御别人的评价，你省下来的能量可以用来深耕你的专业，可以用来爱你的家人，可以用来体悟生命中细微的美好。记住，佛家说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无所不容。当你的心像虚空一样广大，哪怕别人朝天空吐口水，那口水也只会掉回他自己的脸上，而天空依然湛蓝如洗。这就是允许的力量，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被误解，允许不完美。当你真正做到了允许，你才真正拥有了世界。修行到了最后，其实只有一句话，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是谁了。在这场关于不对抗的旅程中，我们从空山的荒原走到了职场的会议室，从深奥的淡旅回到了琐碎的家庭生活。你可能会发现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通过战胜别人的否定来获得的，而是通过路过这些否定。就像那句经典的禅语，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山岗会因为风大而挪位吗？大江会因为月影而停留吗？当你的生命底色变得足够厚重，足够清澈，别人的评价就只是点缀在江面上的碎光，不仅伤不到你，反而成就了你生命波澜壮阔的风景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请你诚实地回答自己，那个在深夜里反复复盘，在争吵中面红耳赤，在否定中近乎崩溃的你，真的保护了你的尊严吗？还是说你只是在那一刻弄丢了原本那个安详自在的自己？记住，别人的评价是别人的业，你如如不动是你的定。当你真正学会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误解存在，允许自己被定义成任何样子，你反而获得了一种近乎神迹的自由。因为在那一刻，你不再是一个等待被审判的囚徒，而是一个观察万物生灭的觉者。修行不在蒲团上，就在你下一次听到那句刺耳的话语时，那一刻，请你试着微微一笑，不接不躲不辩。你会发现，那种从未有过的平静，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奖赏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无常的人间修出一颗如明镜般的心，照见万物，却不留尘埃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，或者让你对当下的内耗有了新的觉察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点个热推。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在为正能量的流动加持。有能力的也可以随喜布施我的影片，也欢迎把这段智慧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正在自我怀疑、深陷内耗的朋友。或许你的一次分享，就是他走出阴霾的契机。我们在评论区见，愿你从此心如明镜，自在圆满。